第4天一早起风，还好渡轮照常运行。提前到了码头，按渡轮公司要求，把网上订的船票换成纸票。一阵轰鸣，渡轮迅速靠岸，船员积极催促旅客一拥而上，停船、下船、上船，好像就是一转眼。我们刚刚找到了自己的座位，船已经离开了码头，驶向圣托里尼岛。不知是多久以前，翻腾的岩浆挣脱了禁锢，咆哮着冲天云喷，奏出了这水与火交响的第一个音。深冷海水碰撞炙热的岩浆，水与火这两个主体相互缠绕变换，时而高潮迭起，气水升腾，时而相安无事，慢生细雨。圣托里尼岛就在这火与水的交响中冉冉升起，直到公元前1600多年，那惊天一喷就最接上互相高潮，那一喷惊天动地，岛屿临近塌陷，留下了月牙状半个火山口。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圣托里尼岛。水与火的交响，高潮过后，终于进入漫版乐章。田园一般，如歌如诉，它在人们心中呈现出一个绚丽多姿、浪漫无拘的圣托里尼岛。圣托里尼岛行政区域有5个小岛，其中最大的岛就叫圣托里尼。其实它的官名叫希拉岛，圣托里尼其实是个带有殖民色彩的别名。圣托里尼的首府是费拉镇。船靠码头已是下午，码头在火山口一侧，不管你去哪儿，都要先爬上这300米的崖壁。岛上公交总站在费拉镇，就在我们预定的旅馆附近，所以我们选择了公共汽车。安顿好入住后，在旅馆周围熟悉情况，今天就差不多了。到圣托里尼岛旅游一般要2到3天的时间，在岛上就是2个字：放松。不过既然来到岛上，有一些地方你绝对不应错过，免得以后说起来后悔。这一就是号称全世界最美的步道——圣托里尼岛悬崖步道。步道沿线汇聚了岛上的精华，包括那大名鼎鼎登上过国家地理杂志的大蓝顶教堂，再有就是到伊亚镇看三蓝顶拍日落大风车，和在拜占庭废墟看日落。长约3公里的悬崖步道从费拉镇开始，向北到伊莫罗维里镇。从费拉镇进入步道，首先看到的是这座东正教大教堂。面对大海，白色的圆顶钟楼一连串拱门，大教堂非常显眼。这些年，这座教堂见证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年轻人的幸福时刻。沿着步道往前走，现在到了圣托里尼岛的老港。远远传过来一阵铃声，一对毛驴走了上来。老港现在有缆车上下，作为运输工具，估计毛驴也该快退休了。骑毛驴倒是成为有岛上特色的旅游项目。费拉的圣母安息堂又叫三中教堂或圣玛丽教堂，从前面看可谓其貌不扬，
不过人家的房顶可是大名鼎鼎。自从照片上了国家地理杂志，就成了岛上最有人气的景点。看大蓝点的最佳位置在教堂后面的停车场，有热心人做了指示牌，按照指示的方向1个小时就可以到达。一座山岩昂首挺胸伸向大海，这就是伊莫洛维里小镇的地标斯卡洛斯岩石。由于它的位置优越，早在13世纪上面就建有拜占庭帝国的要塞，岁月沧桑，历史的痕迹都早已随时间飘逝。伊莫洛维里是圣托里尼岛地势最高的小镇，看日落的好地方，也有人把它称为圣托里尼岛最美的小镇。到这里，圣托里尼岛悬崖步道就结束了。其实步道会一直通到伊阿镇，只不过再往前就人烟稀疏，大部分人就在此止步了。我们也在这里换乘了公共汽车去伊阿镇。伊亚镇商铺林立，景色迷人，尤其是日落爱琴海的美景，吸引了无数游人。从拜占庭城堡遗址出来，天色已晚，我们乘车离开了伊亚，返回菲拉。今天我们乘车去圣托里尼岛南端岛海滩。先到一个叫阿克罗蒂里的小镇，这个小镇早在青铜时代就有人居住。古村落在16世纪一次火山喷发时被埋在了火山底下。小镇到海滩差不多还有1公里，沿着海边走过去，吹吹海风，看看风景，也挺惬意。这饭店的海景也太无敌了吧！
穿过前面的岩石，暗红色的海滩，暗红色的岩石，这就是红海滩了。从红海滩回来，恰是日落时分，夕阳若海，红霞漫天，地中海的日落果然壮观。天晚了，夜色好像给圣托里尼披上一层夜纱，恬静迷人。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圣托里尼岛了，一边依依不舍，一边更是向往我们的下一站——千年古城雅典。在那里我们再见。